此刻的陈志民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戴着口罩的华裔医生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觉得以他的段位，就算是这家医院的董事长来了，也依旧要对他卑躬屈膝。至于这里面一个小小的急诊负责人，想来不过就是打算找个机会结识自己，顺便巴结自己一番，所以他也并没有将面前的叶晨放在眼里。而叶晨此时则是淡淡的笑了笑，对陈志民说道：你好，陈先生，我是急诊部的负责人，我们来主要是想找一下病人的家属，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陈志民点了点头，倨傲地说道：他是我的助理，我就等同于他的家属，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叶晨微微一笑，开口道：是这样的，陈先生，由于你是我们医院的贵客，为了表示我们对陈先生的尊重，我们决定将这位患者转移到顶层的 VIP 病房，那里面积要大很多，设施也非常完善，也更方便你和你同伴陪护。说着，叶晨还朝着里面那位面无表情的中年人摆了摆手，貌似有些殷勤地打了个招呼。他知道那个人便是钟永博，而且钟永博根本就没有收敛身上的灵气，这也是因为叶晨一直在运转灵气内敛的心法。钟永博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也就没有太过谨慎。钟永博内心骄傲至极，连陈志民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将眼前医生打扮的叶晨放在眼里？所以便完全无视了叶晨的示好。陈志民哪想到叶晨来是想给自己的助理换个 VIP 病房，他是特意找董事长安排，才让医生把助理分配到了这一层，说什么也不能离开。于是他便淡淡说道：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换病房就不必了，这里条件也不错，我们在这里看护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你们请回吧。叶晨忙道：别急啊，陈先生，楼上的 VIP 环境真的比这里好太多，而且你什么都不用管，我们会安排人来帮你们换病房，还会有专门的人来引导你们上去。真不用了，陈志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还请你们出去吧，不要打扰患者休息。叶晨见他有些动怒，于是便故意压低声音，一脸无奈地说道：陈先生，不瞒你说，今天我们这一层病房情况比较特殊。陈志民一听这话，顿时警惕地看了叶晨一眼，故作好奇地问道：什么情况比较特殊？叶晨连忙解释：陈先生，你有所不知，1701病房住的是一位犯人，而且是这2天关注度比较高的犯人，他那边有 FBI 看守。陈志民听到这里，心中惊讶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叶晨本人的警惕，因为叶晨所说的这些都是他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于是他故作诧异地问道：那个犯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也会碍着他们吗？叶晨点点头，认真道：实不相瞒， FBI 的负责人对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尽可能清空17层的病房，把病人转移到其他楼层去，实在不能转移的病人也必须严格限制看护人数，最多只允许1位亲属陪同。叶晨故意放出周良运和 FBI 的实情，为的就是用最真诚的表象来忽悠陈志民和钟永博。他的目的就是要将这2人物理上分开，只有把他们分开，才方便将他们逐个击破。所以他故意搬出 FBI， 编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要求。但是有了前面那番实话实说，后面这个谎言也就显得非常可信。陈志民与钟永博甚至没有任何商议，就都觉得叶晨说的肯定是实话。他们也都觉得 FBI 肯定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潜在危险，所以才严格限定陪护患者的人数。这个要求有理有据，使人信服。不过陈志民自然不想就如此就范，虽说他一开始觉得钟永博搞不好会帮自己，可是眼下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眼前，若真有一个人必须要离开，那也肯定是自己。那样的话，万一这件事成了，自己的功劳岂不是要被大大稀释？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没事，你不用管他们，若是他们找我，我自会跟他们领导沟通，不会让你难做。叶晨忙道：陈先生，这可不行啊， FBI 那边要求非常明确，
你们2位要是不愿意分开，那就只能搬到其他楼层的病房去了。说着，他故意抛出一个方案。这样吧，陈先生，我给你们安排在16层靠近电梯的病房，你们只需要走几十米就行，很快就能换好。陈志民一听这话，立刻说道，不行，我的助理刚受过伤，这种情况肯定不能折腾他。叶晨故意拿出那个助理的急诊病历，道，陈先生，你这位助理其实没什么大碍啊，住院观察也行，回家休养也行，你要觉得实在不行，我可以安排几个医生和护士，在他的家里对他进行24小时监护。在家里，伤者的心情和恢复速度肯定比在医院要好得多。陈志民有些恼火，立刻说道，我的话你听不懂是吗？我说伤者不能折腾，他就在这间病房，哪都不去。叶晨见他发火，也只能无奈地说道，陈先生，如果病人不离开这里，那你和你身后那位先生就必须有一人先离开，这是 FBI 那边下的死命令。如果你这边拒绝配合，那我也只能向他们实话实说，让他们来跟你沟通了。混账！陈志民气得直咬牙，他没想到叶晨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自己，甚至还要向 FBI 实话实说。虽然自己在纽约很有牌面，但眼下谁都知道，纽约警察和 FBI 的声誉受到重大危机，他们肯定会拼尽全力确保周彼得不再出任何问题。所以如果自己跟他们对着干，那他们肯定也不会给自己机会。而身边的钟永博一时半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更不可能直接跟那些 FBI 动手，所以眼下自己的情况还真是有些被动。钟永博也并没有怀疑叶晨的话，他早就查探到周彼得身边至少有10几20个 FBI， 而且还是荷枪实弹的 FBI， 他们对医院提出安保上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如果陈志民一直拒不配合，真把 FBI 引来，那将绝对是个麻烦。想到这里，钟永博毫不犹豫地说道，陈先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纽约是多事之秋，我们还是不要触 FBI 的眉头，这里有我陪护就可以了，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